穆妈妈，师傅，你们不觉得我配不上少爷吗？初九因落就被他师傅轻敲了一记，穆晴也瞪着他。初九摸着被师傅敲过的地方，颇委屈地叫着：师傅，师傅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敲过他了，不许说那样的话，连想法都不许有。师傅不喜欢听谁说你配不上龙庭的，说出来师傅找他辩一辩，你怎么就配不起龙庭了？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提着灯笼都找不到，是龙庭先认定了你，爱惨了你，否则我都让哭猫追你的了。师傅就很喜欢你，你在师傅的眼里是儿媳妇最优人选。初九跟在龙庭身边，虽说是保护龙庭的安全，其实在生意上他也懂，亦能帮到龙庭的。只是龙庭和周阳太厉害了，根本没有初九发挥的余地。在外人看来，初九就只会拳脚功夫，属于粗鲁之人看初九的外表及气质，他哪里粗鲁了？谁敢说初九粗鲁？程琳琳第一个不放过他。穆晴附和着程琳琳的话，就是谁敢说你配不上龙庭的？我反而觉得龙庭高攀了你，他背负的太多，你没有嫌弃他就很好了。他敢嫌弃你吗？穆妈妈，少爷没有嫌弃我，我也不会嫌弃少爷的。穆晴拉着初九的一只手说道：初九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只管顺着心意走。你爱龙庭的话，就接受他的感情。你们俩正式在一起，入秋后天气凉爽了，我们给你们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我们都是你的娘家人，给你撑腰，看谁敢小看你，敢说三道四的。程琳琳笑了一下，晴晴，初九是你的儿媳妇才对，你是初九的婆家人，我既是她的婆家人，也是娘家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总之我们是初九的后盾，给初九撑腰的初九。你有那么多的弟弟妹妹，谁敢欺负你，只要你说一声，他们立即飞过来给你讨公道。就是龙庭敢欺负你，我们也会站在你这一边，替你教训龙庭的。咱们家的男人只有宠妻，没有虐妻，老婆是娶回来宠的。如果你不爱龙庭，无妨，你们可以继续培养感情。像龙庭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想爱上他是很容易的，你只要不再执着身份观念，保管你1个月就爱他，爱得死去活来的。程琳琳连连点头。可是我在事业上帮不到少爷，他需要你帮吗？他自己能搞得定，况且你也不是帮不到，而是他不需要你帮。穆晴说道。都说了，你不要想其他，只要看清楚自己的心爱或不爱。在2位女性长辈面前，初九没有藏着掖着，他轻轻地说道：我爱少爷。用穆妈妈的话说，少爷那么优秀，想爱上他很容易。他们朝夕相处，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，知道他有多好，他对他又是掏心掏肺的，他哪里管得住那颗跳动的心，早早就落在少爷的身上了，只是一直压抑着不敢说出来。若不是少爷先说出来，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说出他的爱意。那就行了，你们俩郎有情妹有意的，又男未婚女未嫁，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谁敢说什么？就算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，你也不必理会。程琳琳接过穆晴的话说道：那些人是嫉妒你得天独厚，得到了龙庭的真心相待，你是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吃不到葡萄的人总爱说葡萄酸的，你们过自己的日子，管别人去死。当初我和君伯在一起的时候，不也有人说三道四？我懒得搭理他们，那是羡慕嫉妒。穆晴闪婚叶君伯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找回亲生父母，不知道自己的家世背景那么牛逼，很多人都觉得他配不上叶君伯，人家是君家的大少爷，风尘集团的当家人，他却只是小小一家咖啡店的老板。养父母家里的条件虽属于小康，但跟第一豪门的君家比，那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。还有，你要相信龙庭，他一定能护着你，不会让你被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。那小子瞧着脾气很好，真惹毛了他，没有几个人能杠得住他的怒火。龙庭是脾气很好，包容心很强，不代表他没有脾气。若有人触到他的逆鳞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2个长辈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让初九的心绪慢慢平静下来，没那么乱了。他喝了一杯茶，少爷如今是龙家的家主了，我和少爷在一起的话，那些人会不会不服我？程琳琳伸手轻捏一下他的脸，这个问题你还怕吗？你轻轻松松就能解决。
他们不服你，你就做到让他们服为止，实在不行就打到服。论拳脚功夫的话，龙氏家族的族人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，他轻轻松松就能将他们打到服。当然，他不会轻易动手的。穆晴则是笑道：你脸一板如雷公，林氏谁敢不服你？其实女人在婆家会不会被尊重，主要是看你的丈夫对你的态度。你的丈夫疼你、宠你、爱你、尊重你，婆家没有人敢欺负你，也没有人敢看轻你。初九龙家的家主夫人可能不太好当，但只要龙庭爱你、尊重你、相信你，以你的行事作风，师父相信龙氏的族人很快就会认可你这个家主夫人。你和龙庭一样，都是师父的徒弟，我程玲玲的徒弟，君家当家太太的干女儿，谁敢看轻了去？程玲玲拍了拍初九的手背，虽说你没有正式拜我为师，但你教了我那么多年的师父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徒弟了。他有神医之称，多少达官贵人都对他尊敬有加，礼让三分，没有人敢轻易得罪有神医之称的他。谁都会生病，有些人还是疑难杂症，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位像程玲玲这般医术高超的医生。从程玲玲第一天行走江湖，就没有人敢得罪她，只有巴结她的人，就是想巴结她都很难找到机会呢。毕竟她很忙，想见她一面都难。现在有儿子接班了，程玲玲才能这般的轻松。君妃自己开了医院，她是程神医唯一的儿子，深得神医真传，在 A 市坊间流传着，阎王让3更死君，医生能拖到5更，是个能和阎罗抢一抢人的。就是初九，你有我们撑腰，不要担心被人看轻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不要看清你自己。初九感动不已，有师父和穆妈妈的话，他心结稍解，不是不爱龙庭，是怕自己的身份配不上。龙庭要是再把那条项链送给你当定情礼物，你就收下，你值得的也配得上。只要龙庭不嫌弃你，别人说什么都不用管，也不用在乎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初九点点头。龙庭呢？说动了初九后，程玲玲才问起徒弟。少爷在准备晚饭，我说我去准备的。他不让，他说他很久没有做饭了，学的厨艺快，忘记的多练习练习。程玲玲笑，那不错，就是闲时要多下厨，给你做好吃的，你是最好养的，一点都不挑。初九不好意思的道，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让我不能挑食，要不是老爷爷看中他的资质把他捡回来，他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更不要说接受那么好的教育了。不挑食好，要是太挑食容易饿肚子。像欧阳雅那样嘴太挑了又不肯将就，得亏他有不用将就的资本，要是普通人像他那么挑，只有饿死的份了。初九又点点头。程玲玲笑道，我们这些人都很好养的，不怎么挑食，我们都有厨师呀，花重金请的5星级大厨，还是很有水平的。程玲玲噎了噎后应着，也是。错开了话题，3人又聊得欢了。周阳驱车去周家，今晚他不应酬，父亲打电话给他，问他有没有空过去吃饭，他答应了。刚到周家楼下就收到了龙庭发来的信息，龙庭说他向初九表白了。周阳看了好兄弟发来的信息，嘴角弯起来，笑着自言自语，早就该表白的了，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早表白早结婚，说不定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周阳自言自语的同时，手指飞快地打着字，说龙庭早该表白的了。龙庭很快打来语音电话，周阳接听了。龙庭，恭喜你，终于表白了，你们俩明明都深爱着对方，偏偏都不表白，我们旁人看着都着急。再停在电话里嘻嘻地笑，虽说初九还在考虑，他终于剖白了感情，心情舒畅得很。在好兄弟面前，他就忍不住笑。你笑得这么灿烂，九姐接受你了吧？龙庭的笑感染了周阳，周阳也跟着笑。他走进了电梯里，还没有初九说要考虑2天。他爱我就是有点阶级观念，总觉得他配不上我，给他2天时间来考虑，他会给我一个答复的。洋洋，你说初九不会拒绝我的吧？他那点观念能扭转过来的吧？龙庭多少还是有点担心，就想从好友这里得到鼓励。不会的，九姐，眼里心里都只有你，你就是他的全部。周阳肯定地道，就算他的观念一时间转不过来，
还有你穆妈妈和师傅劝说他呢。那2位的嘴巴厉害得很，九姐口才不怎么样，被他们轮番劝说，反复劝说，他就会扭转过来的了。穆琴和程玲玲去了 H 市的事，周阳从龙婷的嘴里听到的。2个人每天都要通电话发信息沟通生意上的事，有时候龙婷也会跟好兄弟说些生活上的事。就是穆妈妈和师傅反复推我不得已大胆地表白了。周阳笑道，你们俩呀，不知道怎么说你们，我们看着都急的，真正的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龙婷又是嘻嘻的笑，这次是不好意思的笑，他不是不敢表白，是觉得自己的仇恨太重，怕拖累了初九，